2026年3月24日 ，OpenAI 在同一天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砍掉 Sora， 就是那个曾经让全世界影视圈集体失眠的 AI 影片生成工具，直接宣布停服。第二件，在德州 Abilene 的 Stargate 数据中心里，完成了代号 Spot 的下一代大模型预训练。一个产品死了，一个模型活了。同一天 ，Sora 每天烧掉100万美元的算力，100万美元一天，一个月3000万，一年3.65亿，它被砍掉，不是因为它不好，是因为有另一个东西更需要那些 GPU， 那个东西就是 GPT-6。小道消息说，4月14日，就在后天 ，GPT-6 可能要正式发布了。更猛的是，所有风声都指向同一句话：这是打通 AGI 的最后1公里。真的吗？要搞清楚 GPT-6 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你得先知道一件事：过去3年，整个 AI 产业悄悄撞上了一堵墙，这堵墙叫做 Scaling Law 的极限。Scaling Law 是什么？白话讲就是模型越大，数据越多，算力越猛 ，AI 就越聪明。GPT-2 到 GPT-3 到 GPT-4，基本上就是靠这条公式一路堆上来的。每一代比上一代大10倍，性能就跳一个台阶，很粗暴，但过去确实管用。到了2025年，这条公式开始失灵。你可以这样想：烧水，火开大，水温从50度升到80度，很快从80度到95度，慢一点，但还行。到了100度呢，水已经沸腾了，你再把火力加倍、加3倍，水温还是100度，它不会变成200度的。你想让水变成蒸汽去推动涡轮机，光加火不够，你得换一套设备。AI 也走到了这个节骨眼。2025年8月 ，GPT-5 发布，全世界等了1年多，结果出来之后，社群的反应非常微妙。Benchmark 分数确实上去了一些，但跟 GPT-3 到 GPT-4 那种让人倒吸一口气的跳跃比起来， GPT-5 像是在一个越来越平的斜坡上走路，每一步都更费力，但海拔几乎没变。Sam Altman 自己出来认错，原话是发布搞砸了。但你品一下，真正的问题是发布搞砸了吗？还是进步的速度本身在放慢？根据 EEC 商学院和 MIT 的研究，2025到2026年，纯靠扩大规模来提升 AI 性能的策略，已经进入收益递减区。每多花1倍的算力和数据，换回来的性能提升越来越薄。原因有2个：第一，高品质的人类数据快被吃完了，网络上的好文本、好书籍、好论文、好程式码就那么多，用 AI 自己生成的合成数据替代，效果打折扣，而且可能让模型在自己的幻觉里打转。第二，算力的成本在失控。根据业界分析，训练 GPT-5 等级的模型大约需要5万张 NVIDIA H100 GPU， 连续跑90天，光 GPU 的钱就是天文数字，电费账单又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冷却系统再加一笔，每一代模型多烧好几倍的算力，换回来的进步却越来越少。所以 OpenAI 换了一套打法，不是把火开更大，而是换一套设备。业界管这叫推理时算力。以前的思路是把所有聪明才智灌进模型的脑子里，训练完就定型了。新的思路是模型可以在回答你的时候现场思考，就像考试，以前是靠死背，背多少分就多少分，现在是在考场上给你时间推导、验算、反复检查。同样的脑子，多给他几分钟想，成绩可以高出1截。Hugging Face 今年发表的 T 论文甚至指出，有时候训练一个小一点但会现场思考的模型，效果比硬堆一个巨无霸模型更好。GPT-6 走的就是这条路，它不是靠更大来赢的，它靠的是3个方向的质变。先说最猛的一个 agent， 这是最根本的转型。GPT-6 不再是一个
你问他答的聊天机器人，它被设计成能够自己拆解复杂任务，自己上网搜索，自己写程式码，自己操作软体，然后把结果打包交给你，你不再跟他聊天，你给他派活，从工具变成同事。OpenAI 甚至在打造一个超级应用，把 ChatGPT、程式码编辑器 Codex， 还有一个内建的 AI 浏览器 Atlas， 全部整合到一个桌面应用里。你的工作台不再是 Chrome 加 Slack 加 VS Code， 它是一个 AI 驱动的统一界面。再来是持久记忆，现在的 ChatGPT 每次对话结束就忘了你是谁。GPT-6 要做的是，它记得你的工作习惯，你上次交代的专案进度，你喜欢什么格式的报告，你的待办清单到哪了？你用的越久，它越懂你。这不是更聪明的聊天，这是在建一个长期的工作关系。还有一个原生多模态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文字、图片、语音分开处理，然后硬拼在一起，是从底层架构就把所有模态统一起来，让它真的看得见、听得见。上下文窗口据传达到200万个 token，200万是什么概念？哈利波特全7集加起来大约110万个中文字。GPT-6 可以一口气读完整套哈利波特，读完之后还剩将近一半的容量，你可以把一整个程式码专案丢给他，他一次全看完。搞清楚了技术方向，再来看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这些 GPU 到底从哪来？ GPU 在2026年的 AI 产业里就是石油，谁掌握了 GPU 的供应链，谁就掌握了这场游戏的入场券。而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 AI 训练用 GPU 只有 NVIDIA 做得出来。 OpenAI 要训练 GPT-6 需要的 GPU 是以万为单位的，但 GPU 到处都不够用。 Google 要训练 Gemini， Anthropic 要训练 Claude， Meta 要训练 Llama， 所有人都在抢同一批晶片，这就是 Sora 被献祭的真正原因。 Sora 的死法其实很有戏剧性。2024年初 OpenAI 秀出 Sora 的 demo， 全世界炸了，号称 AI 影片生成的开山之作。好莱坞在观望，短影音圈在发抖，连迪士尼都坐不住了。2025年12月，迪士尼正式宣布跟 OpenAI 联手，计划投资10亿美元，要把迪士尼的 IP 角色整合进 Sora。 米老鼠、冰雪奇缘、漫威英雄全部可以用 AI 生成影片，你想想这有多猛。全球最大的内容 IP 帝国，加上当时号称最强的 AI 影片引擎，消息一出，整个好莱坞替身演员工会就开始紧张了。结果呢，3个月不到 OpenAI 自己掀桌子，把 Sora 砍了，10亿美元的合作，合约还没签，1毛钱都没到手就黄了。根据 Forbes 的报道，迪士尼的官方回应措辞非常礼貌，我们尊重 OpenAI 退出影片生成业务的决定，将继续探索其他负责任的运用 AI 技术的合作方案。好礼貌，但你读得出那种体面背后的心情。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， Sora 在营运高峰期每天的算力成本是100万美元，而在德州 Abilene 的 Stargate 园区里， GPT-6 的预训练正在同时进行，5万张 GPU 同时运算，每一秒都在烧钱，两边都要 GPU。 但 OpenAI 只有一套 GPU 集群，你是 Sam Altman， 你面前摊住2个选项，一个是 Sora 日烧100万美元，收入远不及成本，最大的潜在客户迪士尼还在计划阶段；另一个是 GPT-6， 如果成功，它可能撑住你8520亿美元估值的合理性，让1220亿美元的融资说得通，让投资人继续相信 AGI 这个故事。你换成任何一个 CEO， 面前是一个每天失血的产品和一个可能改写公司命运的赌注，你也会做同样的
选择，砍掉 Sora， 把 GPU 全部喂给 GPT-6， 就像战时经济下的工厂改造，民用生产线一夜之间全部转成军工。Sora 是民用品，但 GPT-6 是军备。在这场 AI 军备竞赛里，什么都可以砍，但下一代模型不能停。但算力只是问题的一半，另一半是钱。2026年3月31日 ，OpenAI 关了一轮融资，金额1220亿美元。你先停一下，品一下这个数字，1220亿美元，大约等于越南一整年的 GDP。投资人名单更有意思 ，Amazon 出了500亿 ，NVIDIA 出了300亿 ，SoftBank 出了300亿，三家加起来就是1100亿。想想这个组合 ，Amazon 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平台之一，算力供应源 ；NVIDIA 是 GPU 的独家供应商 ；SoftBank 是孙正义，那个压住阿里巴巴和 ARM 的人。OpenAI 不只是在融资，它是在绑定整条供应链上下游。NVIDIA 投了300亿进来 ，GPU 的供应就有保障。Amazon 投了500亿进来，云计算资源就有保障。这不叫投资，这叫结盟。融完这一轮 ，OpenAI 的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。但根据 Sakura 的分析报告，它2026年的年化营收大概是250亿美元，市销率大约34倍。作为对比，全球最会赚钱的科技公司 Apple 市销率大约8倍。OpenAI 的估值是 Apple 的4倍以上，但 Apple 一年赚的钱是 OpenAI 的10几倍，而且 Apple 是真赚。根据 Fast Company 的报道 ，OpenAI 自己说了，2030年之前别指望盈利。那它靠什么撑住8520亿的估值？答案就是 GPT-6 以及这个模型背后代表的那3个字母 AGI。好了。现在到了最有意思的部分，所有风声都在说 GPT-6 是打通 AGI 的最后1公里。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通用人工智慧 OpenAI 官网上对 AGI 的定义是在大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。听起来很猛，但你把这句话拆开，跟 OpenAI 自己的内部评估对一下，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落差。OpenAI 内部有一个5级量表 Level 1聊天机器人，就是现在的 ChatGPT， 你问他答，基本对话 Level 2推理者，能像博士生一样独立解题，逻辑推理达到人类专家水准。Level 3 Agent 可以自主行动，帮你完成跨好几天的复杂任务。Level 4创新者能发明东西，能产生原创的解决方案。Level 5组织能做一整间公司所有的工作。GPT-6 按照目前泄露出来的能力描述，推理性能据说比 GPT 5.4 提升了大概40%，加上 Agent 能力，200万 token 上下文大约落在 Level 2到 Level 3之间。Agent 做得到，创新做不到，取代一整间公司更是想都别想。离 Level 5还差2个完整的等级。GPT-6 号称打通 AGI 的最后1公里，但 OpenAI 自己的量表告诉你，它连一半都还没走到。所谓的最后1公里，搞不好是这条路上最漫长的一段，就像核融合。核融合是人类的终极能源梦想，无限干净，几乎零成本。科学家从1950年代就开始说，再过30年就能实现。结果到了2026年，核融合还是再过30年。AG 会不会也是这样？永远差最后一步。再拉回来看一组数字，半年前 GPT-5 发布，被骂令人失望。半年后 GPT-6 就号称要打通 AGI 了。这个叙事的车速是不是踩太猛了一点？ OpenAI 在2025年10月把自己从非营利组织改制成公益公司，拿掉了利润上限。2026年2月开始在 ChatGPT 里投放广告，免费版和$8的Go 版用户
会看到赞助商内容，6个礼拜广告年化收入就到了1亿美元。2026年全年广告目标是25亿，到了2030年，目标1000亿美元广告收入，27.5亿周活跃用户。Google 花了20年才建起1000亿美元的广告帝国 ，OpenAI 要用4年走完。把这些拼在一起看，8520亿估值，1220亿融资，2030年才能赚钱。取消利润上限，开始卖广告，准备 IPO， 然后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布 GPT-6 是通往 AGI 的最后1公里。你看到的是技术突破，还是一个价值8520亿美元的故事在为下一轮融资和 IPO 做铺路？这个问题只有时间能回答，但这里还有一个角度，讨论的人不多，却可能才是真正的命门。假设 GPT-6 的 agent 能力真的有大幅突破，它能自己行动、自己推理、自己完成任务，那它面对的最大瓶颈可能不是智力，是电。根据 Lawrence Berkeley 国家实验室的数据，2023年美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全国电力消耗的 4.4%， 到了2028年，这个数字预计会飙到 6.7% 到 12%， 最高的预估是 12%。 整个美国1%的电力拿来跑机房，训练一个大模型是一次性的事，跑完就跑完了。但 agent 不一样， agent 是持续在工作的，他每自主做一个决定，每自主浏览一个网页，每自主写一段程式码，都在烧推理算力。 AI 越聪明越自主，耗电量就越大。永远在线的 agent 意味着永远在转的 GPU。 OpenAI 的 Stargate 计划目标是砸5000亿美元，在全球建数据中心。听起来够宏大了吧？但就在4月10日，2天前 Stargate 的英国数据中心项目宣布暂停了。原因很直白，当地能源成本太高，你要打造超越人类的智慧，结果第一个拦住你的不是演算法，不是数据，不是人才，是电费。2026年3月24日的某个时刻，德州 Abilene Stargate 园区里的某一排机柜，最后一个预训练 batch 跑完了， GPT-6 的雏形静静地躺在几万张 GPU 的记忆体里，没人鼓掌，没有香槟，只有机房里风扇持续运转的嗡嗡声。同一天，另一批伺服器开始降温 ，Sora 的伺服器，那些曾经用来生成梦境般影片的 GPU 即将被拔出来，重新插到另一排插槽里。一个产品的墓碑和一个模型的出生证明写在同一张日期上。再过几天，如果消息为真， GPT-6 就要跟全世界见面了。 OpenAI 会站出来说，这是 AGI 的最后1公里。投资人会说8520亿物超所值。 Sam Altman 会站在台上，背后的荧幕亮起来，而在德州的机房里，冷却系统的水依然在循环，电表依然在跳字， GPU 依然在发热。这到底是 AGI 的最后1公里，还是人类有史以来压住最大的一场豪赌？老实说，可能两者都是，而答案就藏在那张还没寄到的电费账单里。